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这几天真的是爆点不断呀，俄乌战争再度激化了啊！主要呢是因为乌克兰把克里米亚大桥给炸了，而普京呢就直接宣布乌克兰是恐怖主义，然后呢就进行了还击，把基辅市中心给炸了。那这一来一往，给本就如履薄冰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剧烈的动荡。我们来看一下盘面数据啊，比特币和以太坊，其实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啊，在这2天，尤其是昨天到今天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跌幅差不多有5%左右啊。我说的是主流币，比如比特币、以太坊之类的。那至于其他的山寨币，归零的都有。那造成这种下跌，其主要原因有2个点啊。一个呢，是因为美国的 CPI 指数公布日就要到了，还有呢，就是俄乌战争激化了。所以呢，面具人我前几天的投资策略都是做短线小仓位，见好就收，抱着娱乐心态撸羊毛，撸不到我也不怎么亏，我不敢重仓呀。重仓完了，你看这个行情就把人套住了。如果说仓位轻，亏个几十几百，那也无所谓，对不对？我一直给大家建议，这几天，不是这几天了啊，我已经建议了几个月了，都是用小仓位做。除了炒币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事你可以做嘛，你也可以做一做实业生意嘛，是不是？为啥？因为你现在用大仓位做没意义，行情不好，风险又大，所以呢，各位，包括我自己啊，只能抱着娱乐态度做单。众所周知，后天美国就要公布 CPI 了，对吧？那届时盘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主要要来探讨的重点。然后呢，我今天还想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本质的问题，非常的重要。OK， 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那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数字，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1周开奖1次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我标题当中说到了木头姐。那我们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啊，也是关乎于世界本质的问题。木头姐，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女的，对，是女的，她是华尔街知名的投资人，她对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是极度的不满意的。最近呢，她还公开的质信美联储，指出了一些美联储加息的错误的地方。面具人，我先不说他的这个质信怎么地了啊，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那就是在政府的权贵面前，你平头老百姓，哪怕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马斯克、索罗斯之类的，面对政府的权贵们的一个政策，随便搞个政策啊，你都会被蒸发几百亿美金，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它还是官本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权贵收割老百姓都是易如反掌的。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又怎样啊？奴隶的头头，混得好点的奴隶不也还是奴隶吗？你无非还是奴隶。其实马克思的阶级主义对西方的资本社会有着深刻的剖析。我说的这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啊，并不是中共歪曲下的马克思。共产党他走的也不是人人平等，共产党走的恰好就是极端右派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上位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防止下位者上位，而上位者刚好又掌握社会资源和权力，所以呢，他们就稳操胜券。整个社会的规则都是由他们制定的。谁能上，谁能下，谁能生，谁能死，谁能过得好，谁能过得不好，都是他们说的算。所以呢，各位韭菜们，
老百姓们，咱们在权贵制定的规则体系里面，就算做得再怎么尽善尽美，你也玩不过上位者的，你终究是个奴隶。那如果说你想上位，那你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不用管规则了，掀桌子不玩了，见谁杀谁，杀无赦，破坏整个社会，颠倒重来，对不对？就像毛泽东、朱元璋直接革命，把所有的贵族、皇族全部杀完，自己当皇帝。而反过来你想呢？你就算革命成功了，你成了上位者，你是不是还会重复和之前上位者一样的动作，千方百计地压制底层，防止他们取代你，分享你的资源和财富？这就是社会的本质，明白了没？你们也别给我扯什么民主不民主了，你们去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牵扯到财政政策，什么加息减息了，加税减税了，这些规则的制定并不是由老百姓说的算的。你看哪一个国家决定加息了，需要老百姓来投票的？没有吧？是不是？都搞的是，搞得好看一点的，给你弄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啊，搞个什么联邦委员会，派几个代表啊，把民众一代表投票了，对吧？无非就是这，只不过啊，所谓的民主社会的奴隶过得确实是比这种集权社会啊，比如像朝鲜、古巴、中国的这种奴隶要好得多啊，也不算好得多吧。我这几年在国外，感觉老外也是水深火热的啊。说到底，你在哪个社会啊，你都得有能力。不过社会体制啊，社会环境能决定你的下限啊，但是它决定不了你的上限啊。你在中国，你连下限都没有，你更别提上限了。在国外呢，你好歹还能有一点下限，你才敢往上限去看。现在中国人可怜呀，连出个门往外走的权利啊，去个外省都去不了。哎，扯远了，扯远了，继续来讲主题啊。说回木头姐，木头姐的公开信列举了大量的专业数据分析，她总结一句话啊，说的意思就是政府的加息政策怎么不好了，不利于企业，不利于个人，对企业和民营经济非常的打压。首先，面具人我认为他说的没错，但是呢，他的位置是站在奴隶的角度去给奴隶主发信啊，就相当于一个奴隶去要求奴隶主别剥削他，搞笑不？那也有可能啊，他也是想借着这个事情炒点热度，给自己拉点流量，赚点钱啊，这都无可厚非。聪明人赚钱办法多得很，只有傻子天天在那儿辛苦的搬砖。聪明人动脑子动嘴，傻子呢出体力呗。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加息完全可以让政府的财政美债充裕了，是不是？美债现在都已经又突破新高点了，这些美债用来干啥呢？用来养官员呀，养权贵呀，用来发动战争呀。发动了战争干啥呀？发动了战争了以后就能搞更大的资金盘了呀，是不是？官员们、权贵们有钱了，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呀，他就是要搞乱呀，他就是要搞你的压力大呀，明白了没？他就是要把你压在底层，让你活得难受呀，整天把那个通货膨胀渲染的好像跟死了他妈一样啊，感觉今天通货膨胀，明天就要死人了，后天社会就要崩溃了，有那么夸张吗？啊，每年8%点几的通货膨胀，你接受不了吗？就相当于你今年买的东西，明年就能涨到你今年买100块钱的东西，明年是108块钱，你接受不了吗？又不是说通货膨胀达到了20%、50%、80%，哦，你今年花100块钱买到的东西，到明年就得花150块钱、180块钱去买了。现在还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吧？好家伙啊，就一个几点几的通货膨胀，给你炒作的玄乎其神的，搞的是啊，大家都信以为真了，经济马上要崩溃了，再这样通货膨胀下去要命了。哎，各位观众，我问你们，你去年买一个旗舰的苹果手机是多少钱啊？苹果手机从最早的 iPhone
4S 吧，那时候一个 iPhone 4S 才卖3、4千块钱，是吧？现在呢？现在一个旗舰级别的苹果 iPhone 14能卖到多少钱？能卖到1万多啊！这才几年，通货膨胀有多少啊？各位观众，你算过账没？其实美联储它搞的这个事情，只是把通货膨胀当一个由头，当一个说头罢了。搞俄乌战争，你看现在谁获益啊？美国现在成了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然后呢，他把其他国家的法币给砍下去了，给缩下去了以后，哎，现在美联储的各种官员开始去抄别的国家底儿的房地产了。你像我们澳洲这边啊，这些偏远地区房价跌得厉害得很，来，现在好多美金流入进来买澳洲的房子，不仅是澳洲啊，英国、加拿大、日本，就连中国啊，都有人去抄底儿，都是拿美元抄底儿的，划算嘛，对吧？你美元涨了20%多、30%多，相当于你在别的国家买个房子就便宜了20%多、30%多，甚至便宜50%多。然后呢，好家伙，他们把底儿抄好了以后，过2年，哎，人家再把钱一印出来以后，他们再把抄底儿的这个东西一变现啊，反正钱多了，是吧？这就是收割，明白了没？你作为一个奴隶老百姓，你能抵抗得了？马斯克都抵抗不了，索罗斯都抵抗不了，比尔盖茨都抵抗不了。美国一个政策，他们不也照样被割吗？对不对？啊，人民劳动、工作、开店、办企业，制造出来的财富和资源，本来就是给政府收割的，为权贵们服务的，为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而工作的。你一个奴隶，你凭什么要求奴隶主不加息？加不加息，看他们有没有需要，而不是说要为了你好，懂了没？政府实行高压政策，老百姓还不得屁颠屁颠的响应，增加工作量，增大生产力，甚至呢，老百姓还可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相信那个伟大奋斗、艰苦奋斗的那一套，美国现在也差不多了啊！你看加息加的这么狠，人的生活压力这么大。老百姓不造反呀，老百姓还这个就业率创新高了，是不是？官员们先加息摧毁经济，让你几年来的工作和积攒化为乌有，把你收割完了以后啊，看你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要死了，来，这会儿再给你放点水啊，让你死不了，然后呢，把你给救活了以后，再给你加息，让你继续工作，收割经济，这就是世界的规则。然后呢，他们再利用行政资源和金融控制的能力，哎，去并吞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廉价资产。他先把人家资产摧毁了以后，然后他再抄底儿，哎，抄完底儿了以后呢，再出一个什么利好扶持政策，让韭菜们、企业家们响应起来，给他们工作干活啊，干出来了有产出了以后，他们再开始一个循环，再收割。目前世界还是在收割和压榨的阶段。现在呢，这些权贵们还没有满足啊，他接着往下啊还要加息，他就是要制造你活得难受。各位，你们看现在能源危机是吧？搞得欧洲不死不活的啊，没暖气，是不？油价涨，气价涨，电费涨啊，本来就能源危机了。你看沙特还宣布减产了，我不卖石油了，我就卖得少。我卖得少了以后，是不是同样数量的油，你就得花更大的价钱来买，是不是？然后呢，美国还不高兴，美国把天然气管道给你炸了，哎，天然气管道炸了还不够，还要把大桥也炸了。然后呢，俄罗斯这边一激动，把基辅也给炸了。各位，现在这个世界啊，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你真的看不清。美国做的一些事情，他算正义吗？把盟友当枪使，当刀子往前戳，戳完了以后，再把盟友的这个粮道、天然气管道给断了啊！你们现在别折腾了，我美国老大哥，哎，照着你们以后跟着我混，不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来买我的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100块钱一桶，我给你卖250一桶，你不买还不行，反正俄罗斯也卖不出来给你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然后呢，各个美国的邦交国、盟友国，他们的这个法币都被美元把钱给抽走了，
好家伙，哎，我看现在卢布还是比较坚挺啊。那我都不知道是跟美国邦交好，还是跟俄罗斯邦交好了，真的。而且你纵观历史啊，这个美国在历史上啊，帮盟友打架，最多也就是间接支援。仅有的几次帮盟友打架的战役啊，还都是落得主动撤退，落得一地鸡毛啊。而俄罗斯帮盟友打架，那真的是往死的干啊，真的是挺到底。俄罗斯还真没有说出卖过哪个小弟啊，但是美国出卖小弟的这个光辉历史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南韩是吧？北朝鲜啊，中华民国、阿富汗啊，库尔德、叙利亚，是不是？越南，这都是当时响应了美国了，然后呢被用完就踢掉了，然后就被卖掉了。哎，这个世界呀，有意思。其实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啊，至少你死之前是无限的，就这么简单啊。任何东西的涨价跌价，他们当官的手里面控制的是资源，涨价跌价无所谓。你有了权，你就有了钱。所以呢，东西在当官的权贵的眼里面，它并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人家考虑的是权。考虑的是怎么把底层给压制住啊！只有你这些底层的奴隶才去考虑钱的问题。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元一直在走弱，欧元、英镑也在走弱，大家为了避险，开始逐渐的不信任本国的法币了，选择抛掉本国的货币去买美元，这是不争的事实吧？当然了，其中还有小部分的人会买比特币啊。所以呢，我比较看好比特币再往下的走势，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呢，反弹也反弹不到哪儿去啊。我只是说，它有一个一点点的行情，没办法，现在市场行情就是这样，你不要指望它能有多大的涨幅啊。如果说现在爆发战争了，那些处在战争或者是战争边缘的国家啊，他们肯定会转移自己的资产啊，尤其是欧洲人啊，欧洲人他无所谓，老外的这个思想跟咱们中国的认祖归宗还不一样，跟咱们中国的这种家庭文化还不一样，人家觉得哦，我在这待的不好了，不好了我就走，就这么简单，哎，不像你中国要精忠报国、保家卫国，也要死到这个落叶归根，是吧？所以说呢，你们看啊。现在还只是低烈度战争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都已经开始不稳定了，除了美元啊。那如果说爆发大战的话，啊，你不管什么币啊，人民币、英镑、日元、欧元都没有啥意义了。真的打世界大战了，什么币都不管用了，什么黄金也别囤了。那个时候粮食就是货币，谁手里面有吃的，谁就牛逼，懂了没？而我们作为韭菜的，也只能期望不要爆发更大烈度的战争了，啊，和和平平的赚钱不好吗？不行，权贵们要战争，权贵们有了战争以后，就能刺激老百姓的不安全感，啊，尤其是在战争中占优势的一方啊，他能顺势用战争巩固自己的政权，来扰乱其他国家的经济，然后他趁机收割，啊。但是这些实力次一点的国家就惨了，一旦战乱，你手里面的钱就成擦屁股纸了啊！万一改朝换代了嘞，万一你被打了呢？是不是？当然了，这是极端情况啊，我们今天也只是脑洞一下。好，来说行情啊，对于今明2-3天的行情啊，我的预判是，就是那个13号的 CPI 数据公布嘛，无非就是3个结果。你严谨的说下来，应该是4个结果，要么呢就是拉上去，这是一个；其二呢，要么就是出现先拉后砸；第3个可能呢就是直接砸下去，或者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先砸下去再拉。综合看起来呢，就是3/4或者是2/3的正向概率啊。
正向概率占了多数一点点。而现在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持有地指数和币价的关系即将又接近交叉了。这个关系我在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啊，就是这个黑线跟蓝线一旦交叉了，则大概率会出现反弹。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以往的数据走势来看啊，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排除少概率情况啊，大概率情况下一旦交叉了，后续很大可能是反弹。不过呢，我认为这个月的反弹啊，也就是最多中小幅度啊，毕竟下个月的加息啊，75个基点打底，很有可能还加100个基点。所以呢，你们不要对近期的这个盘面行情上涨抱有太大的期待。你现在做单的亏损期待是要略大于盈利期待的，明白了没？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强的把握能力，你现在还不如不做啊，天天在家这个打打游戏啊，或者是出去跑个外卖呀，好好上班，好好做生意，赚点踏实钱啊，都比你现在全力投入炒币要好得多。这是我给你说的良心话啊，因为我第一不为交易所服务，第二不为项目方服务，所以呢，各位观众，你们看我从来没有说在我的节目里面推过哪个交易所的推荐码，来扫我的二维码，拿我的交易码去开合约呀，然后呢，我再抽你个几块钱几毛钱的提成，没意思。你哥我不缺那点钱，而且呢，我每期节目还给你们送钱，这就是格局。你们赚钱亏钱了跟我也没啥关系啊，我又不像其他的那些博主，你赚了亏了我都赚钱，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能不做就不做，实在忍不住了就娱乐心态玩一玩。那如果说有比较好的时机的话，我到时候会在会员群里面发的，因为这个做视频毕竟是有一点点的延迟性，要剪辑、上传、审核嘛。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最及时的行情分析、操作分享，以及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89664。